吃不完的香菜直接放在冰箱里就错了。教你多加一步，保存1年也不坏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众所周知，香菜是很多人喜欢吃的一种调味品。然而，很多人在菜市场买回来的香菜，却经常会在2天内呢，变得软烂，无法食用。就是放在冰箱里，等到3、4天拿出来的时候，这些香菜呢，已经变蔫了，而且有的已经黄叶了，所以不得不将这些坏掉的香菜扔掉了。这是非常可惜的。所以，如何保存香菜呢，就成了一个难题。今天呢，我就给各位分享1、2个好方法，放1年都不坏，香味浓郁，鲜嫩翠绿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方法1。我们一般吃香菜呢，都是吃它的茎叶，根茎部位往往都是一刀切掉扔掉了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我们切的时候呢，可以像这样，把我们牙齿的部分，也就是成熟的茎叶的剪下来，然后呢，保留住根茎和嫩芽。嫩芽就是切下来，清洗时也会被流水冲走。所以呢，我们直接将其保留下来，再生利用，把根茎都处理成这个样子就很好了。那接下来家里有空的花盆的，或者自家有个小菜园的就更好了。我们直接抛开泥土，把香菜的根茎深埋于泥中就行。这就是再生保存法。粽子好了，我们再往里边拿，加入少许的自来水，也在后浇的第1遍水呢，叫做定根水。丁根穴对已栽后的秧苗成活、缓苗和长势起着关键作用。丁根穴呢，一定要多加浇透，让土壤与根系紧密结合，有利于根系快速发育。这样，里面的香菜呢，就能够茁壮的生长了1、2天的时间之后，新鲜的茎叶呢，就能够长出来了。记住，越新鲜的香菜，工序越发达的，成功率越高。如果您想香菜长得更好，也可以加入少许的磷酸2氢钾到水中灌溉，促进香菜的生长哦。等到香菜长好了之后，我们找刚刚的方法割掉成熟的部分，香菜还会继续生长。这样我们每次呢都可以吃到新鲜的香菜了，小半个月呢就可以来一茬，特别的实惠方便。这样呢就一直都有吃不完的香菜了。方法2，在保存之前呢，我们需要先处理一下香菜，清洗一下，往盆中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再撒入少许的小苏打，然后呢，加入多多的清水，把食盐和小苏打搅拌溶解后，我们把香菜放进来浸泡一会儿。由于香菜呢是绿叶蔬菜，很可能会吸附许多虫卵、农药残留或者是人工添加剂等。这会儿呢，我们下手搓洗根茎部位，酒这里容易强力泥沙、虫卵等各种污物。经过浸泡，污渍已经被软化了，所以我们就这样轻轻搓洗，就能够将其清洗干净。而香菜叶呢，就不能过分揉搓了，它非常小气，你一搓它就会变色，粘给你看。我们就这样呢，在水中涮一涮，也能将其清洗干净。接下来再用清水漂洗一下就可以啦。这样香菜呢就被清洗得非常的干净了。空水捞出，甩掉多余的水分，放入沥水篮中，置于阴凉处沥干水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香菜呢放进一个盘子里，少量多次的来弄。家里有烤箱啊、微波炉的，这时候就能够派上用场了。我们直接将其放入微波炉中，并用高温微波
约1到2分钟，就能够获得久放的干燥调味料。时间到就可以取出来啦。我们来看看，烤成这样就行，干干脆脆的，一捏就碎，干脆但不糊。这种状态呢就很好。如果家里没有微波炉，就用太阳晒干，晒个2、3天也能出这种效果。将其多烤一些，然后呢放入大碗中，我们下手这样去捏碎，越碎越好。就像我们日常使用的罐装调味料那般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准备一个干净的调味品，我们把香菜碎泥装进来，再将其密封保存。想要保存个1年半载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其香气依旧醇厚，口感呢也更加独特，味道绝对是升级部件，非常值得一试。每次烹调使用时，用勺子随便取出一点就够用了，特别的方便，而且风味绝佳。一把香菜用正确的方法保存，不仅能节省金钱，还能提升烹饪的幸福感，让香菜保留它的清香，用它装点每一餐的美味。这种简单的幸福值得每个人去追求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方法3：沥干水分的香菜。我们根据自己的烹饪习惯，把香菜切成合适的小段，然后我们可以准备这种玻璃密封罐或者塑料密封袋，把香菜装进来，根据用量进行储存。密封罐必须保证无水无油，这样呢才不会破坏香菜的风味哦。注意装瓶时不要用力按压香菜，要让它保持松散的状态，以免损坏香菜。然后再密封好。接下来把它放进冰箱冷冻即可。因为是密封冷冻储存的香菜，能保持新鲜1年不变质不泛黄，保质期最长。1年后再取出，不仅新鲜如初，而且味道呢也不会有变化。有的人担心冻久了香才会成坨，其实完全不用担心，只要控干水分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等吃的时候，只要拿去自己所需的量，随取随拿，非常的方便。这里提醒大家，拿的时候只要拿起自己所需的量，冷冻的香菜使用时直接取出来即可，不用解冻，不然香菜杆就会变得软趴趴、黑漆漆的。趁着香菜便宜囤上一些，为冬天的餐桌增添一抹鲜香绿意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适时动态。我是乐乐妈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